目前呢，楼市已经全面呢放开限制，但是现在呢，大家更多的是观望，不买房子。有很多人呢看衰房地产，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未来中国的房价还会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房价未来还会涨吗？鉴于现在呢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未来的房地产是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视频呢，要从3个方面来全面的剖析中国的房地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老百姓对于房地产的态度；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目前房地产的逻辑以及它的优缺点；第3点呢，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房地产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呢，目前老百姓对于楼市的一些态度。其实呢，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说过，未来中国的这个房价会2极分化，人口越多的城市，房价呢只会越来越贵；人口少的城市，房价呢就会降到很低，甚至呢没有人买。那么老百姓对于楼市这个态度呢，也是一样，2极分化。有房子的人，他希望房价一直涨下去；没有房子的人，希望呢房价下降，降到呢他能够买得起的时候。有房子的人呢，分为2种，第一种呢就是只有一套房子，那么他也希望他的房子涨，即使这套房子不能卖，当别人说他的房子涨价，说这块地方有潜力的话，他心里也特别的舒服。那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房子升值，他们的财富呢也跟着升值，谁都希望自己的钱呢越来越多。那么没有买房子的人呢，就觉得现在房价太贵，根本买不起，那我就希望呢你的房价一直降，降到我能够买得起的时候。那你发现没有，这其实呢就是人们观念的一个互相转变。当买不起房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了，那么他也不希望房价再继续降下去了。那从这个角度分析呢，我们对于房地产的一个态度并不是理性的，而是说呢基于自身立场来讲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对吧？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呢房价下行啊，进入了这个买方市场。如果我跟你们唱反调，我说现在房价还会继续涨，你现在马上买房子，过几年房价会涨得很离谱，你就赚了。我相信大部分人会骂死我，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心里呢，还是希望房价跌的。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996的上班制度，对吧？很多人反对。这个话题一经提出，很多人呢反对，或者说引发了热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一块，说明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模式，还是呢向往自由的，不希望呢天天加班。所以呢，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态度问题。那我们再来说第2点，我们中国房地产背后的逻辑以及它的优缺点啊。这个逻辑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也是看在明面上的，就是说地方政府呢把地卖给开发商，当然这卖给开发商呢是一个竞拍的制度，也就是说呢，谁出的钱多，谁就能拿到这块地，同时呢还要向这个地方政府缴纳这个土地出让金。鉴于此呢，这个开发商也会核算自己的成本以及呢建设的成本，所以到最后呢就会把这个房价抬高，保持呢利润空间。那我们看到呢，到我们手上这个房价呢，基本上就是说11000或者15000的单价。那开发商向我们卖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拿着自己的积蓄，或者说呢6个口袋的钱作为我们的首付，然后呢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把钱呢全部付给开发商。所以呢这就形成了完完整整的一个闭环。那其实我们来讲，地方政府拿到这些钱干了什么呢？地方政府拿了这些钱呢，用于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呢我们说老城区改造，还有呢下属的农村建设等等。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在08年之前我们很多这个城市呢还有一些城中村，或者说呢比较破旧的房子，但是呢从08年开始你几乎呢看不到城中村，因为这些呢都已经被拆迁被改造了。所以呢现在呢你会发现即使我们到某一个县城里面呢也是高楼大厦林立，这就得益于呢我们地方政府有钱了，大力的发展这个基础建设，同时呢社会公共福利也好了。那么开发商拿到钱以后
后怎么办呢？第一是自己赚了，第二呢就是剩下的钱又拿来继续拿土地充当了这个社会建设的一个帮手，所以你会看到现在这个各个城市几乎呢没有脏的地方，环境呢都是比较好，包括下属的农村以前呢是土路，现在呢是村村通等等，还有网络、自来水等等，所有的都通了，这些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为什么要说到2008年呢？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年。2008年之前，我们的一个经济发展呢，主要是以外贸为主但是08年以后呢，我们经历了这个金融危机，所以呢，外贸变成了内销，而且当时呢，很多人失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转变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土地加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主。所以从08年以后，房子开始大量的建设。你可以看看过去这个20年房价的涨幅，从08年以后，房价的涨幅也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2008年以后呢，房地产得到大力的发展，所以到最后影响了我们80%的其他行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呢仍然能够保持高速的发展。这就是呢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中国房地产的发展的一些优点。但是有优点必须呢有缺点，其实缺点呢也很明显怎么明显呢？08年之前，我们国家呢是一个储蓄的大国，居民呢很愿意存钱，为了这个对抗未知的风险，对吧？但是08年以后到现在，你发现没有，我们变成了一个负债的模式，老百姓兜里没钱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的基建也是高速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呢老百姓把钱取出来了，应用到房地产上面，同时呢房地产的高速发展让房价涨了很多倍。那么未来房价还会涨吗？会一直涨下去吗？我看未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钱都来自于老百姓的收入以及存款。房价虽然涨得迅猛，但是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却涨得比较慢，不是不涨。再加上呢，现在有3年的疫情，老百姓本身就背负着这个房贷无法自拔。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我们现在的存款已经见底儿了，我们呢只能有一些收入，这些收入呢还要用于还房贷，真正留给我们自己的并不多。实际上呢，之前我们弄过这样一波事情，那就是呢17年到18年涨价去库存。在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房。为什么会出现空置房？就是说房价在上涨，很多人呢还是买不起房子，或者说很多人对这个房地产并不是很看好，觉得买不买房子都无所谓，我还是呢现金为王，我要存款。所以这个时候为了解决空置房的问题，我就要涨价去库存。结果大家知道了当时有多疯狂，房价直接一夜之间开始翻倍，造成了全国房价的普涨。那么在涨的同时，人们大量的买房子，这一波的积蓄呢就全部被掏空了。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现在老百姓的储蓄见底了呢？其实很好分析。第一呢，就是开发商破产以及开发商拿地少了。为什么过去20年开发商有负债不怕呢？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持续的供血呀，我一直在买房子，我一直在拿钱给开发商，开发商即使负债，他手里面有现金，他根本就不怕，对吧？好了，现在老百姓兜里面的钱少了，又或者说有一些钱也是观望不买房子，老百姓呢开始不给房地产供血了，那么房地产呢就开始危险了。你看到现在呢，很多开发商不敢拿地了，而且呢还在想办法降低自己的负债，因为呢它的资金链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还有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996上班制度，对吧？虽然很多人反对，但是之前很多企业一直在用。它这个制度呢，肯定要比正常上班8个小时创造的利润比较多。同样呢，996上班制度呢，也让很多人拥有了更多的收入。拥有了更多的收入以后呢，很多人就忽视了自己的风险，就觉得现在我可以买房子了。好了，加上自己的首付，加上银行的贷款，我把房子买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贷款是30年，但是996的制度呢，有可能被更改掉，也就说明你的收入会减少。再加上现在有疫情，你的工作有可能还会变
变动，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房子能不能保住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到最终呢，有可能你的房子会成为法拍房，你的家庭或者说你个人的负债明显增多。总之呢，这些情况都会影响你个人的发展，影响你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啊，就是全面的放开限制以后呢，包括里面有一项叫人才购房补贴。那你要知道呢，这些都是没有买房子的，给你补贴就说明了你是潜在的购房群体，吸引你把钱再投到房地产市场当中。好，我们再来说呢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未来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啊？怎么去理解软着陆和硬着陆呢？软着陆就是说呢，我们拿时间概念来换啊，就是说呢，慢慢的降低对房地产和土地的依赖啊，以至于到最后呢，房子回归到居住的属性，大家呢都能够接受。还有一种呢就是硬着陆，硬着陆呢就是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吧？直接崩盘就行了。那么到底采取哪一种方式呢？我觉得硬着陆呢并不可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96%以上的这个城镇居民都拥有住房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大部分财产都集中在这个房产上面。好，如果现在房价腰斩，或者说呢直接崩盘，那么我们的财富呢会直接缩水。从表面上看呢，只不过是说房子降价了，但是更深层次的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大家呢都不希望看见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软着陆。那之前呢就已经提到过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说未来不能够以房地产来刺激经济。所以你看到呢，今年我们这次全面放开了这个购房的限制，但是并没有呢对金融进行放水，对吧？08年的时候利率很低，但是呢当时是有规模的经济放水。我们现在呢正是在经历软着陆的时刻，当然呢也做了很多房住不炒呢是主基调，打击炒房客。总之未来还要实现呢住有所居以及共同富裕的目标。那么硬着陆显然是不行的。首先呢有一点就是说，高房价肯定是一个祸害，未来房价不可能再继续大肆的上涨。如果控制不好房价，那就有可能成为硬着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还不晚。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